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这期节目的嘉宾陈磊，1975年出生于湖南岳阳，10岁移民澳大利亚，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2002年，他在中国开启了记者生涯，在中央电视台、美国的 CNBC 电视台做财经记者和主持人，记录了中国经济的崛起。2020年8月，陈磊被国家安全部门带走调查，他被单独关押和反复审讯长达3年零2个月，直到2023年10月，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外交努力下获释。今年，陈磊出版了新书《自由回忆录》，这应该是第一次有人如此详细的记录和描述了所谓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怎么回事。国安部门掌控下的牢狱生活是什么样子？那里关的都是些什么人？陈磊的这本书用细腻、感性和悲悯的笔触记录了这段残酷、不堪回首的经历，也展现了个人如何在国家机器面前保持人的尊严和独立。陈磊你好。你好，袁丽。我想先从2020年8月13日那一天说起，就你到你工作的央视办公楼，走进了一间会议室，一名男子对你说：“陈磊，我代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通知你，你因为境外机构提供国家机密而被调查。”你能说一下，在那天之前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吗？我在北京当时已经待了8年了，然后作为单亲妈妈，一直生活都是丰富多彩而又充实忙碌的。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当时我孩子们的学校在2月份被告知不会复课，所以呢，正好有一个机会，他们去澳大利亚玩几个星期。所以他们去那儿以后呢，因为中国后来就关闭了国境，然后他们就回不来了。我3月份给他们订的机票，他们就回不来。所以我当时跟我的孩子们已经分开了半年，也是在通过各种途径想把他们，能够让他们回来跟我在一起的这种挣扎中。然后当时的心态就是每天突然有了时间，但是呢，除了工作、社交，然后就是忙着怎么样把孩子们弄回来。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大家都因为疫情都待在家里，没法出国旅游，那么我们就想在北京有那么多的大使们，那么他们对国家的文化都可以进行这种详细的介绍吧。而且我又对我是个吃货，对美食很感兴趣，我就想了这么一个节目。所以呢，当我的领导让我去台里的时候，当时是就那一天8月13号，是以谈这个新节目为由，我就还是挺兴奋的。所以到这个生中最不好的一个惊吓的这一刻的时候，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那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那天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你最初是怎么理解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一切的？那是你第一次和国家安全部门打交道吗？对，直接的打交道那是第一次，间接的属于朋友们，就是因为媒体朋友们都各种的跟国安有过被请去喝茶聊天的这种经历，所以也是觉得比较神秘吧。但是心里真的是没有什么准备，因为都不知道有监居这么可怕的事情。在懵的同时，我其实还是其实还是不是很紧张的，因为我觉得这罪名听着这么可怕，那跟我肯定没关系啊，我干啥了？那我就配合呗，那我就该说有一说一呗，那肯定就没事了呀。所以他们什么把我手机啊、包啊拿走，然后呢，一群的人围着我，然后到我家里去搜了好几个小时，我都带着一种事实肯定，对吧？真相肯定会，对对对。然后，他们拿这些东西拿的越多越好，越多越能证明我的清白。对。一直到审讯的时候，我也是很坦然的。我说你问吧，那有什么
我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那接下来你被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你能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奇怪的词是什么意思吗？你能描述一下你的被指定居住的这个房间和你一天24小时是怎么度过的吗？我觉得监居就是一种变相的折磨，而且呢，它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它根据你的身份，根据从你身上他觉得能够获取什么信息，或者能办定什么铁案，然后到你的配合程度，然后你的心理承受能力，这都是真的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所以呢，就有一个单人床，而且呢墙都是软包的，然后大概有16平米吧，但是我能够活动的那个区域大概也就是个顶多的8、9平米吧，因为我24小时就每一分钟都被2个看守看着，他们有三对儿女的这个警卫都很年轻，然后一个站着一个坐着，离我非常的近，他们每10分钟就会换一说只有二个位置。十分钟，20公分是吧？就是站的离你就是如四果十公分，40四公分，十公分，对，嗯。就是对方口臭，然后放个屁，那绝对是大家都在一起受苦的。上厕所看着，洗澡看着，睡觉也看着，就是挺瘆人的。然后我随时，要，就是只要是要动，就必须要申请，就说报告，申请站起来扫地上的头发，或者是申请洗衣服，然后这种所谓的锻炼的时间呢，就是他们2个人站着一个人肉的一个通道，然后我在他们中间那个大概1米的这个宽度中呢，走那么1米半走到窗户，然后呢再又走回来。白天都得要端端正正的坐在那儿，是吧？对，是的，就是2手放在腿上，然后呢也不能够翘二郎腿，那脚踝呢也不能够交叉，不能坐的歪歪斜斜的，要坐正，就是要有那种我在这种态度很好的思想，不在这个思想改造中的这么一个状态。嗯，对。你晚上睡觉呢，好像也是有规定的，是不是？特别多的规矩，就是不能够对着墙睡，因为这个日光灯24小时都开着，那么一般的人都是喜欢在黑暗中入睡的，但是呢，因为很亮，所以呢，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想要对着墙稍微的，不是那么亮的，因为日光灯就在你的头上方嘛。然后你要是把胳膊去挡住眼睛也是不行的，然后把手放到被窝里也是不行的。所以就在失眠的同时呢，还得想着这些规矩，因为你要是忘记了，他会把你弄醒，所以你好不容易入睡了，又被折腾醒了。你形容那段日子是没有钟表、没有日历，只有白墙。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时间对你意味着是什么呢？时间其实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另外一方面呢，时间就是痛苦。你会觉得时间停止了，你会觉得时间走得太慢了，然后你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点的想法，一个新的想法，因为你没有获得任何外界的这种刺激，所以你都觉得脑子都木了。但是你好不容易想到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你只能想一会儿，然后又没有了，又是空白，又是那种痛苦的海洋，想要把你淹没，但是呢，你又还要继续的活下去，所以怎么样跟自己这种各种的脑子里的声音去斗争，各种心魔，真的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如果是让自己所谓的娱乐了几分钟，都会很自豪。你怎么娱乐呢？就是自己跟自己玩那成语接龙，或者是自己在脑子里边翻译东西，
自己问自己问题，然后就会想，哎呀，如果是在这儿能有一个人跟我聊天，能有一个室友，我希望是谁？或者是我脑子里边会给各种人写信，或者是跟他们说话，甚至是自己脑子里脑补了一个地下棺材调频的这么一个电台，然后我是这个主持人，有各种的可怜的犯人们，这种濒临疯狂和自杀的犯人们给我打电话之类的。嗯，对再一个就对是，当然了，就是观察我的两个，对，每次两个的这个看守们。嗯，对你对这些看守还挺有同情的，就是，你能说一下，就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观察他们？观察他们也是一个，打发时间的一个，对对，而且其实你想一想，除了就是最亲最亲的人，有谁这样近距离的、这样长时间的看过你？而且你们其实是在一个很亲密的一个距离之内，而且呢又不能说话，但是你都是人呀，大家都是有感受的，所以当他们生病了，他们难过的时候，我肯定会感同身受。就比如说那次，那个因为找不到替补的警卫，然后他虽然是可能是闹肚子吧，就没办法用我的这个监室里面的厕所，虽然也就2米之外，因为有纪律，所以就只能站在那儿，难过到极点，最后就拉在裤子里。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他妈的制度？对这个细节我真的印象太深刻了。那你后来知道了，就是国安要调查你的原因，你能说一下是怎么回事吗？当你得知原其实因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其实他们也没有说是什么原因，没有说，我只是从各种的渠道来搜集这信息，然后来自己分析，来拼凑。因为他们开始就我上庭的那天，也就是22年3月30号，我才知道30号31号，我才知道他们从4月23号，就是那年的4月份就开始监视我了。而这正好就是在澳大利亚要求，溯源，就是疫情溯源的这个几天之后，然后也不光是我唯一的他们不光是监视了我，还监视其他的在华的澳大利亚人。然后在我的这个比较乱的书桌上找到的这个总理的工作报告，他们就拿这个来做，也拿了看了其他的东西啊，但是就是真正的是为了什么？我通过各种信息的这个收集和拼凑，我只能说这跟澳中关系有关的。他们开始就是比较着重的问你的就是你在这个总理报告发布之前，提前7分钟把一段话发给了你在彭博社的好友范若依，是不是？对，就是总理报告里面有一个信息说今年不会有经济增长目标。对，你当时就是发给他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就说这可能是有风险的呢？没有，因为我觉得我是外籍的，然后在央视外籍人士不需要做保密培训，所以我认为我能接触到的没有什么，而且就觉得政府工作报告，你想当时我给那个叫什么欧盟商会的会长 Jörg Woodke，当时也就是那个同一时间吧，我给他看，他说我都看过了。然后再给那个北大的教授看，他说哦，给我，他说我来看一下，就是没有，而且在法庭上面，他们给我念的那证词，说我的就是在综合新闻那个组的同事，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啊。然后据说他给我这个报告的时候跟我说了，这是什么机密，哪里有，根本就没有，这是编的。对，
对，所以而且是一个7分钟以后就是全世界公布的事情，能有是什么机密呢？而且这个报告上面也没有写是到哪一分钟。你也知道，在国际这个就是在国外的媒体，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限制的话，那上面都写的清清楚楚的 embargoed until 什么什么时间。对，但是这个所谓的早上7点半解密是1年以后，就是这个法院检察官把我的案子又打回给当时办案的警官，说你这儿还需要一个报告，然后他们又去找保密局去出的这么一个文件，说哦解密时间是7点半。但是我觉得就算不是这个报告，那用其他的东西做文章也都是可以做出来所谓的铁证的，所谓的证据链的，没有什么他们做不到的。是，你发送就是你把这段话呢发短信，这位记者那个范若依 Hayes 是彭博通讯社的记者，也是你在北京最好的朋友，你花了不少的笔墨描写他，你在监狱里面，最低潮的时候，你恨过他，你想把这个怨气发泄在他的身上，他的头上。你在书里面写到说，我怨恨他利用我明知故犯的危害我，我怨恨他对别人为他的所得付出的代价视而不见，我没有把他像我一样视为受害者，因为我需要一个出口，一个可以发泄愤怒的对象，一个可以分享苦难的人。在我的脑海里，我对他大喊大叫，你让 Eva 和 Alex 就你的2个孩子失去了他们的母亲，你这个自恋的婊子，你知道每次你向别人询问敏感信息有多危险。你后来你知道他也入狱的时候，你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吗？你能讲讲你对这个 Hayes 范若依的这种复杂的情感吗？你真的怪他吗？我不是一个记恨的人，我是一个尽量的把负面情绪降低的人，所以在当时应该就是有这样的心理活动，就是恨他的或者是特别愤怒的心理活动，应该是我在监居的这个一个人生的低谷，就是想死的时候，应该是大概10月底那个样子，然后后来到得知他也被抓，然后到看守所，因为巧合知道他大概关在哪儿，甚至在楼道里听到他楼道里的声音的时候，其实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我觉得无论如何，没有人应该在这个鬼地方。我难过，要个别人来一起难过也没什么好的。甚至他后来还给我在看，就是他出去了以后，还通过大使给我传递，就是说挺下去这样的信息。但那个时候知道他出去了，其实心里也不好过，就是他比你进来的晚，又出去的早，是吧？是。但是，可以说，苦难时间越长，可能心里还越来越平和吧。而且因为是好朋友，而且知道他，很聪明，我们聊天都很有意思，所以当时也想过，哎呀，可惜我们因为都是涉案的。就设计同一个案子，不能在一起，否则，有他做事有多好。起码有好多事儿，我们都有共同点，都共同的看法，可以一起再吐槽。那你出狱以后，你和 Hayes 和范若依有联系过吗？我给他你们发就说曾过微信，经是最好的发过朋友。 Instagram。哦，对，我给他发过微信，也发过 Instagram，但是他没有回过，而且他屏蔽了我。你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你们那个国安局他们拿出来了你们几万个5、6万条的你们的微信通信记录，是不是？就是你们一天要发好多好多条的这个微信的人，就你怎么看他就是还把你屏蔽了也不回复你的微信呢？或者你不是微信就是你在 Instagram 上，这是墙外的。
一种通讯方式，或者是他觉得我说的那些话，他不爱听，因为你想我在2023年还收到他的2次，就我在看守所的时候收到他2次传进来的这个信息，一次是说他听到过我在圣诞节那天在看守所唱歌，然后还有一次就说让我挺住，但是也可能因为我出来以后，我说就算是世界上所有的媒体我都接受采访，我也不会接受彭博的采访。是不是这句话传到他耳朵了？不知道。但是你受了那么多的苦，他也受了苦，就是像很多国安的案件那样，你的案件就是进程非常的漫长，而且呢，就是法律规定，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是失效的，就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法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你在书里描述这个过程，起初你觉得就说我什么都没有做，就你前面说的，就说你们来查吧。但是到了后来呢，你会有这种就说也许我罪有应得这样的想法，就也许我真的做错了什么。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你能讲一讲，就是国安的这些人，他们做了什么让你，他们是怎么让你就慢慢内化了这个我有罪这个概念的呢？我觉得可能不光是国安吧，可能这个共产党体系下就特别注重，这种让你老是自我反思、自我批评。我是完全孤立的，就是你都不能想象到，在这个信息时代能够有这么一个地方，你联系不到任何人，而且你是，就是无论是精神上、身体上都是完全的孤立的，所以当你有审讯的这种机会的时候，你反而还会挺兴奋的，因为我终于可以说话了。我记得有的时候可能1个星期我都只说了几句话，就除了那种报告、上厕所，就没有任何张嘴的机会。所以当唯一可以帮助你、可以跟你交流的人是警官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样的事情发生吧。你会觉得，可能我真的是有问题。他们费这么多的苦心，苦口婆心是吧？有的对，还有人就是半红脸半白脸的，有的人还表示的比较关心你，是不是？对呀，还有人会，就是根据我的个人的生活来给我提这样的建议，就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就成了我的这个世界中的唯一的人了。而且他们会不停的给我纸笔，让我写这种忏悔词吧。然后我们叫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对，其实到后面就成了供词。然后他们，我的书里有写到，就是在第一次写这个的时候，我还特别天真，我以为就是想写什么，以为像在国外一样的，真的就是自我就是真实的表达。然后过了好几个月，我才知道他们要的就4个字儿，我就认罪认罚。对，这个一写了，就其他的细节都没有关系了。就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对是吧？然后他们跟我谈了，苦口婆心谈了很多次，然后我才发现，他们其实，就是想让我认为自己有罪，然后再就是认了，意思就是你这事儿你就认了，就一切都 OK 了，我们就会给你书了，我们就就会好像看高你一眼的。对。所以慢慢的我就想着，我只有这样做，我才能够更快的能够去监狱，然后能够有家庭，尤其我的孩子们来探视。然后我的脑子里就有了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无论做什么，我就要赶紧去监狱。对。那你能说一下，就是为什么你这个还是在监居里面待了6、7个月？就是后来是这个中间
就是转变到你去这个就是 detention center， 我们叫它羁押中心吧，这个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变化？哦，那简直是地狱和天堂的变化。我觉得人长期的这种高压的监视，再加上极度的这种孤立吧，被孤立是非常的摧毁人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虽然监居的伙食好很多，但是我宁100愿块钱是吧？我记得。对对对，就他们警官自己的自助给我拿的，但是我宁愿你给我什么差的这种条件，我都愿意接受，我也不愿意兼具这样的折磨。你在书里面你也用了很多篇幅写食物是吧？到了拘留所，就你刚才说到了拘留所，这个食物就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差。然后你写这种食物，写这种贫乏的感受，你也花了不少的笔墨写。你在绝望和悲伤之外呢，你也在抗争和自我维系。比如说，你用馒头屑给狱友做这个蛋糕。所谓的生日蛋糕，然后应该是用卫生纸卷发，甚至还教狱友英语，你还那个你们学对，然后教唱歌，然后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也描述一下这个到了监狱这个拘留所，这个拘留所是一个什么样子？还有就是说，你和你的狱友之间的故事吧。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个你们隔着厚厚的墙壁，和旁边的那个旁边隔壁的那个房间的那个狱友用敲墙的方式对话，还有那个人有一个人冒着风险给你送书，后来呢还爱上了你。我觉得，我看的时候我都有点瞠目结舌。我说这个都是可以做的吗？对你稍微说一下。我真的觉得你虽然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肯定是非常痛苦，但你真的很有这种苦中作乐的这种的天分。我觉得很不幸的是，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很会苦中作乐吧。有的时候你看你的狱友都不是这样子的，基本上不是这样子。你真的是，我觉得到了看守所以后，因为能够跟室友们一起交流，这个心理状况就好了很多。再加上慢慢的，他们觉得有了供词，有了所谓的证据链，那么就是等着上庭了吧。而且，作为一个比较喜欢这个有意思的生活的人来说，那我每天得过得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就是在一个极度物质贫乏的一个环境下，其实你的创意是会被激发的。就一个很小的事儿，比如说我们突然一下子被告知那个牙膏不能有盖儿了。就是买了新牙膏，就只能给你那个牙膏本身，它不会干吗？然后我们就开始用各种废的这个小锡纸或者是塑料瓶儿来叠一个能够完美的盖上牙膏的一个盖子，因为这也是创造，而且呢，这个也能我们大家还在比就谁的最好，跟隔壁的这个监视有敲墙的这样的联系。当然后来我们是被告发，而且被惩罚了的。但当时能够做到，也是因为疫情，就是那一轮最厉害的冲击北京的那个疫情，可能是在这个2022年下旬吧。可能看守所的人手也不够了，所以因为我们每个监室都有5个这个摄像头，而且是有一个是直接看着这个半透明的浴室的。我说半透明就是从腰往下面是毛玻璃的，但实际上就是一个透明的这么一个小间儿，里面有一个莲蓬头，然后有一个蹲厕，然后所以你在里边在厕所里边干嘛，他们也是看得一清二楚，也是看的。因为有的时候就因为在厕所里什么待的时间太长了，或者在什么非法时间洗衣服，因为每个房间还有一个对讲的那个墙上的那个东西，你比如说午觉啊，然后晚上上厕所，你也要摁一下那个对讲机，就是通知警官们，我现在要移动了，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挺影响大家休息的。但是而且随时他们都看到你，比如说有一次我在拥抱，就是他在哭嘛，我拥抱我的室友，然后就滋的一下，那个警报就响了，然后就是警官严厉的声音就来，你在干嘛呢？然后那个什么不要，意思就是不要在一起，不要碰他什么的不要搂搂抱抱。啊，反正经常会有那种。你瞬间的在做一件事情，你忘掉了你是一个监号，你不是人，然后你觉得啊我是个朋友，或者是我想安慰他，或者是我恶搞了什么，然后大家笑了，就是在这种一瞬间，突然一下子那个警报一响，大家就马上就回来了，就是哦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连笑的资格都没有。而且我其实还特别想说，就是对那些五毛们啊，就是黑我的，你们能不能有创意一点儿，对吧？就是能不能想一些别光是在那儿说我老啊丑啊，然后什么洋枪队啊，能不能给我看看一些好玩的东西？对，你看你坐牢都能做的这么花样百出，是吧？就是啊，你黑我也得黑出点花样来。对对对，你能说一下，就是你们就是在这样监视的这么情况下，而且你们的墙应该是非常非常厚的，是完全听不到隔壁的声音的，你怎么就可以来敲墙来和他们对话呢？就因为当时疫情比较严重，所以呢就不让我们放风了。但是呢，每天早上会打开风场的那个门，就所谓的放风，其实还是一个水泥盒子啊，根本就只能看得到一点点天，然后就可以站，就是不能进风场，但是早上开门那一会儿呢，它就是让空气对流嘛，我就站在那个风场的口那块儿开始唱歌，然后后来就听见隔壁的那个室友特别大胆的。特别大声，他也可能去那儿时间比我长一点，然后就说什么爱你的歌声啊，还是什么我们监视是112嘛，什么爱你112之类的。然后我说谢谢，就挺开心的。后来就开始开始就是每到这个开风场门的时候，就站在那个地方，所谓的聊天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就是我得大声的喊袁立，你好吗？而且这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但是我们之所以是2周以后才被发现，肯定也是因为当时的警卫人手不够。对。然后你们敲墙是你能说一下是怎么敲的？就是这个拼这个字儿怎么拼呢？你说。对啊，我们特别讽刺的就是我们不是间谍，但是因为我们特别想跟其他的人沟通，所以反而还用了一个间谍的密码这么一个沟通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 A 就是敲1下，Z 就是敲26下这样的。所以我记得当时是用英隔壁那文个特别沟通的。对。英文也有中文，因为我们还玩过成语接龙，但是就是只敲那个每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然后实在不行了就特别大声的对着窗户嚷嚷，希望对方能听见。有的时候就接了几个就接不下去了，然后我就发现隔壁有一个室友特别的有想法，可以说是我见过的这个最浪漫的人之一吧。因为他能够给我就是敲了400多下这个，然后他给我敲的是拼音，然后敲出了藏头，算是藏头吧，藏头诗。对，但因为不是诗，但是拼出来就是爱成磊。我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但是我的室友他那个比较厉害，就马上听出来了，我们都是赞叹不已啊，真的，哎，比起那你后来，你说。我说比起我们用这个 ChatGPT 来写情书，真的高级到哪儿去了？因为你在书里面你也发出疑问说，你说北京看守所里的30多名囚犯中有多少是间谍，而不是国际关系动荡的附带损害？
也许你可以说一下，就是你为什么有这种感受，在监狱里面，后面就是怎么能够感受到就是中澳关系和你的案件之间的关联？比如说我被抓的时候，当时要求溯源的是澳洲的自由党政府，他们执政。到22年5月份选举的时候，工党胜了。那工党一向是被视为，也的确是就更亲华的一个党。所以说到那个时候，我已经被关2年了。那么这2年以来，澳大利亚的外交部还有大使馆一直都在帮我申请一个我能够跟孩子们说话的一个机会。因为我所知道的加拿大人他们都有过好几次的跟家人的电话，这个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怎么申请，甚至圣诞节的时候，我说不打电话也行，就让我，你就放一段孩子们的录音也可以。但是这个也被拒绝，直到这个工党上台以后，到当年22年的11月份，在印尼的这个20国峰会，然后澳大利亚总理Albanese 跟习近平会见了以后，然后过了3个星期，我就被批准，跟我妈妈和我的孩子们有了3年多以来唯一的一次电话。而且从工党上台以后，我就感觉到，当然也可能因为这个外交部长黄英贤也是比较关注我的案子，或者是，反正就是关系有了变化。直到我被审判就是被判刑，能够看出这个政治在一个普通人的刑期里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对对对，我看书的时候有个感受，就是你从骨子里是澳大利亚人，就是你对于一个政府可以对人的权利彻底无情的剥夺，非常的气愤，而且非常的震惊，而且呢，你也曾经对律师有过一些后来被证明是不现实的一些幻想，你能不能讲一下，就是遭遇这一切的之前和之后，你的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有没有一些变化？我以前一直认为我在语言，好吧，到现在也是的，语言和文化上都是双重人格的，所以我跟在澳大利亚人面前，我会感受到就是很多作为中国人的一些特性，然后反而一致，所以在看守所这几年，或者是被关的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的政权有了比较切身的体验，所以其实从这个方面也对我也是好事吧。我爸就整个一个我说了吧这种状态。你爸就是一个大反贼是吧？就是特别对，反共。是的，而且对，你以前和你爸是不是其实还有挺多的分歧的，对中共的这个政权，对呀，他倒也不是说我们也没有说上升到就是争吵吧，只是他认为，他那一代见到过的这个邪恶比较多，所以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但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就是我出生一年以后就文革就结束了，所以后面看再加上10岁又来了澳洲，所以看到的，没有他看到那么多。但是而且做商业记者都是看着中国的经济这么一步步的发展，这个国家都在变化，是吧？对对，这也是一方面。然后作为澳大利亚人呢，其实我在看守所也跟我的室友们有这方面的交流，就是澳大利亚是什么样的。那么，他们也很感动，比如说有陌生人为我
写签名信，去问外交部要我的联系方式，给我写信，然后就是无论如何都支持我，相信我。我回来了以后，在街上，在超市，有陌生人拥抱我，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是不是中国的文化是比较硬的一个文化呀？就是我们的心都很硬。就比如说你在中文的一个生态去看怎么描写我，和看英文的环境怎么描写我，就觉得简直是两个人呢。就是为什么会大家认为要把我怎么什么来着，扒了皮然后再活埋？就是我觉得就算是在西方的，想要黑一个人都不会用这样恶毒的写法吧。对，所以我就很喜欢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开放、包容，很公平、很善良的一个社会。对，我觉得你书里面写的就说，澳大利亚大使馆的人是吧？他们在疫情期间那么争取去看你，然后等他们有一个年轻人总是给你读新闻是吧？读新闻什么，对，就对，还有你的那个男朋友 Nick 给你写的那些感人的信，我真的觉得哇，特别特别的感动，就是把你当成人，是不是？就是是，不管你是在什么环境下，我说句实话，当然你是被冤枉的，但你对哪怕是不是被冤枉的，难道你对，就没有做人的权利了吗？没错没错。因为我所知道的，在澳大利亚的监狱是可以几乎无限的打电话的。我一听到这个都崩溃了，整个破防了。而且后来接触到的室友们，我也觉得这不是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国人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们甚至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两个人看着你24小时看你上厕所、看你睡觉这样的一个制度。更不要说是体验到了。是是是，对，就是把自己当人，也要把别人都当人，这样子，我一直都说这个话，这样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才会好。对，所以我有的时候跟那些同情心泛滥的西方人聊天聊这个经历时候，他们就会说啊，难道就没有跟家人联系吗？就是他们不敢相信。但是在中国跟中国人聊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会说，哎呀，我当时如果是也有过监狱的经历，我经历过的更惨。或者是我们家人在文革或者是在这种土改的时候经历过的折磨更惨。所以都是被枪毙的。对，所以就好像我们的这个人性的标准比较低一样的。就包括警官们也老跟我说，你这够好的啦，以前还有耗子呢，或者是什么什么知足吧，你就他们老会跟以前比，老觉得自己已经是进步了很多，但是他们就不会横向的比较，跟那些邪恶的西方国家比较。我的孩子们老跟我那个开玩笑说，哎呀，你为什么不在挪威呀？如果那样你就有 PS5那游戏机玩了。这个挪威的监狱真的是太人性化了。对，对，我还为此对还上网查过世界上最好的监狱，什么10大。真的吗？因为不好吧，是说你怎么样对你的犯人，也是对于你的这个社会的人性化的一个衡量标准嘛。对。那你现在就是你刚才刚才聊的就是你现在还是会看就是墙内的消息，就是因为墙内这些互联网上一直都有关于你，就实际上任何就是被打成间谍呀、卖国贼的人的谣言和网暴，对，你这么热爱中国的人，我可以觉得，我真的觉得你是热爱中国的一个人，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你是什么感受？这感受特别复杂吧，因为中国是啥，对吧？而且
我作为而且我觉得我们对于就只要别说是生在中国了，就只要长相是中国人，我们的标准其实是很挑剔的。我们要求他所谓的这种爱国，就是不能说一句所谓的反华，或者说是不是反华，就批评。中国不好就是反华。对对，是的。是，所以什么汉奸也是一个特别被滥用的字眼。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动的是所谓的伤害了是谁呢？是普通老百姓吗？是是所谓的国家吗？然后当时在我的案子中间，他们后来又找另外一个局去出了一个证明，就是说我因为这个给范若依发的短信怎么样，什么来着，是损害了国家的什么尊严还是什么的，利益。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还真的有这么大的能耐吗？对，真的是。那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够小心眼儿的。对，绝对小心眼。7分钟之后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信息，就把你关了3年多，而且是那么残酷的一种关押方式。就是你的案子开庭的时候和你的判决，出来的时候，就是当你得知你获释就会马上驱逐出境，你是怎么想的？就是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你还会想回到中国吗？这个问题问我的人特别多，然后我在书里也写了，我说有点像问一个被家暴过的女性，她会不会再回去跟她老公在一起？但是其实，对，后来我就说我的标准答案就是，如果我觉得安全，如果我觉得我是受欢迎的，或者说起码不是说被什么还在网上被黑的，那么我是愿意回去。但是这两个条件可是，哦对，当时检察官跟我那个聊我的刑期的时候，就是那次感觉也特别的奇怪，就是居然我的命运还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我就跟对，你说一下你那个和这个检察官的这个，就是你对于自己的刑期，你原来的期望是什么？然后他给了你几年，你竟然觉得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我当时读到那，我都心酸的不得了。你说一下。那是警官，警官说大概哦，警6年，官。然后后来呢，检察官来看我，他就给我看了一本法律的书，就是说什么两条机密是多少年，然后两条秘密是多少年，然后一条绝密又是多少年，然后意思就是我那就应该是本来应该是超过5年的，那么呢，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给我就是砍价一样的砍到了5年，而且呢还给我免了这个附加刑，附加刑就是驱逐出境。他说考虑到我的孩子们的父亲是中国人，在国内，那么呢就是这样可以让我们能够方便能够能让孩子们跟父亲团聚。但是后来又说，当然那个时候的讨论还是说我的刑期是5年，直到最后给我判的刑是2年11个月。所以后来这个还是有这个附加罪的，附加刑的。那么在宣判的时候，我当然是觉得这自由还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的吗？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驱逐出境的人就为什么有驱逐出境，然后就10年不能申请这么一个东西。是害怕我回国去继续兴风作浪吗？当然，我现在要旅游的地方也太多了，所以
所以你也不见得需要，也不至于老想着这个事儿。但是，那个马健老师他说了，他是已经习惯了重获了天空，但是失去了土地的写作。我对这句话，就是听了以后很有感触，的确是这样的。那你能不能跟大家描述一下，就你以前在央视国际频道，的工作是什么样子？我看到你在一个采访中说，就作为商业记者，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我会2种语言，我了解当地文化，我知道红线在哪里，但结果我完全不知道。我想知道你以前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审查制度，还有这种不透明的法律环境呢？我经常被问中国的新闻审查是怎么样的。那么通过我的观察呢，还有亲身体验呢，它是分，就根据它的受众，来不断的加级的。就是你的受众越精英，越有，就属于是有把柄的，就是他能够抓住你的把柄的，那么是越松的。最严的，我觉得应该就是普通不就是中文的电视对了。老百姓的，对，就是一无所有的人，因为最怕就是赤脚革命嘛，那么这方面是最严的。但是英语或者说外语媒体来说，因为它的受众基本上就是懂英语的，在中国懂英语的，或者是在国外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审查还是挺少的。而且我一直天真的认为，天真的也好，愚蠢的也好，认为我在这个央视英语频道的体制内，其实我还是能起到一些改变的作用的。比如说，我会尽量的请那些有不同看法的，尤其是国外的嘉宾。因为当时我特别不喜欢的一点就是，相比起 CNBC，CNBC 有各种的嘉宾，而且会随时都会去，我们有专门的请嘉宾的人嘛，然后这个制片人就会去结交各种各样的人，然后才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新鲜的视角。但是在央视，那个请嘉宾的人呢，他就会有我们叫他四大金刚，就是都是教授，然后每一次来给700-800块钱，然后说的呢就是肯定是，他们说的绝对安全，而且绝对是党爱听的话，但是我就特别烦他们，然后我的每天的目的就是我的节目不要请他们，只要是我上节目的那个时候，我就尽量的请国外的嘉宾。再一个就是只要我看见有什么新闻里边写着习近平，我就自动给他删了，就改成别的词儿，因为我觉得，或者是北京，或者是中国，我就觉得这个个人崇拜已经是没谱了。我也想和你再探讨一下，就是你对范若依Hayes 做新闻的看法。你在书里面写到，就是他知道自己想要独家，而这些独家新闻都是有敏感性的，他也经常会害怕他的消息源其中也包括你会被国安抓起来。你现在回头看，你怎么看他的工作？你觉得作为记者，他想要独家和消息源的个人安全是不是构成这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我觉得就是我想讨论一下，就是这个记者和信息源的，就是我们所谓叫 source 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在里边的时候就老想起那个小李子的电影叫《血钻》，我就觉得在新闻界也有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新闻。我就因为现在这个国安概念这个扩大了以后吧，信源的风险就越来越大了。可能以前还好吧，没有那么惨重的代价，但是现在，首先在中国的外媒记者就少多了，大家通过各种的什么抓间谍啊、国安方面的这些洗脑，也敢跟外媒说话的
敢说真话的又更少了。那么如果还有这样的稀有的这个人存在，那么怎么样保护他们呢？你在书的结尾说：“我希望读者能够区分中国、中国人和中共。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所有与中国有关的东西都避而不谈，尤其是任何能让我想起这个政权的东西。即使朋友们滔滔不绝地谈论他们在北京的美好时光，我也会感到畏缩。由于中共政权无所不在，很难将其与中国科技、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我现在正在学习区分我的感受。我可以坚决反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而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否认自己的传统或攻击华裔。我希望我们都能自由地欣赏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享受深厚丰富的文化，同时也无所畏惧地揭露在中国一些角落里发生的镇压和酷刑。你能说一说，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写吗？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又充满矛盾的一个概念，所以，当这个政权想要他把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们想要做的是稳定他们的政权，但是我觉得可能在西方是比较注重个人吧，就是没有个人哪里来的，就是没有小家哪里来的大家，但是在中国宣传的是只有大家你才有小家。对，像没有国哪有家？对呀，像我们每次在说，就包括有很多这个比较天真的老外吧，到中国就看着，哎呀，高铁啊，哎呀，什么激光秀啊，什么科技啊，但是他们就没有看到这是以什么样的代价来获得的，他没有看到一个个的鲜活的生命，那么多的民工，多少年都没有得到劳动的保障，甚至都拿不到自己的劳动的报酬。多少个冤案，多少人上访被阻被打，当这些都不能被报道的时候，你怎么能说这是你了解或者你看到了中国？我特别反感，就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来说中国的事儿。我也是希望能够尽量的为一个更完整的中国故事添加我的声音吧。对，那应该是到下个月11月11号就离你获释返回澳大利亚2周年，就是下周了，就这周，就下周，对，因为是这周，现在已经是10不好意思月份了，10月11号，10月份了，对10月11号，对对对，还有5天。对，那你愿意分享一下，就说你现在的这个生活和状态吗？你还会经常想起那3年多的事情吗？还有你的2个小孩当时那么小，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其实影响我天天都能看见，因为我不在，我只有我的妈妈照顾他们俩，然后我儿子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跟我妈妈住在一起，我女儿去上寄宿学校了，所以呢，让他是特别早的就独立了。你被抓起来的20年的时候，你的孩子都分别多大？那时候是8岁和10岁，然后现在他们是14岁和16岁。我虽然能看到每个人的伤疤，也是每天在尽量的去，不光是自己愈合，也弥补我的家人们。但是，我觉得更积极的一点是，感激我2023年就出来了，而不是按照原计划这个
原计划也就是要到今年11月份才能出狱的。如果那样的话，我觉得影响就更大了。估计我女儿就很多方面都已经是半个大人了。那你现在还经常会想起来那3年多的事情吗？对于我来说，想这些事情，或者是出去做演讲啊、接受采访啊，还有写这个书，其实都是我的愈合的很重要的一环。因你为并不回避是吧？完全不回避，我还觉得这个让我感觉特别自由。因为你想，就整个国安的体系都是一个不光把你关起来，还是要摧毁你的大脑，而且要改变你的思想，而且要让你闭嘴这样的一个机制，让你自动的阉割，让你再也不敢发声。对。然后我现在在做的一切，包括继续做新闻，包括写专栏，包括跟你聊天儿，还有昨天晚上跟慕容雪村、跟吕新华还有冯崇义聊天儿，这些都是能够让我觉得自由的事情，所以特别好。你在里面实际上还是看了很多的书，是不是300多本。？300多本。你以前是一个很爱看书的人吗？我小时候是的，当了妈妈以后，我就没那么多时间了。对是对对，你能说下，就说你在里面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这个分阶段，艰居的时候就是追求密度，最好就是那种，比如说那本宋词鉴赏，每天可以看可以背，虽然到最后就成了对这个中国的古代文化有点审美疲劳的感觉。就是一看到月亮就多愁善感，一看到什么下雨、什么梧桐、什么，哎呀，就是各种的悲呀。然后到了，因为那时候觉得小说不经看就不行，到后来特别喜欢看几类书，都是外面不怎么看的，比如说诗歌，科学的书、哲学的书，历史，对。因为都会让你对自己的这种处境有一种新的想法，而且特别喜欢看能够跟室友们分享、能够聊感受的书。毕竟每天都除了这个就没什么别的，东西好聊了。大家的人生故事都讲了800遍了。对，你获释以后还给很多激励过你的作家写了邮件，许多人也回信了，其中包括台湾作家龙应台。是，你能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为什么给他们写信吗？我觉得他们曾经给过我那么珍贵的礼物，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文字是给因为不光是我在监视里有一本书大家都分享，除非是有心里有这种膈应的，然后可能别人看书只是消遣，但是在监视，尤其是国安刊的监视的那么一个环境，那简直就是救命的，简直就是像，像药品，像，反正是太珍贵了，所以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而且他们每个人都非常感动，有，而且我在智利还见到了这个438天那个历险，纪实的这本书的这个作家，还龙应台到我们家来喝茶，然后我们一块去看了袋鼠，还一块吃了饭，我觉得这是苦难是当时难受，但是其实，就像我们对吧，通过大便能够种出芳香的花朵一样的，苦难也可以变得有意义，也可以变成财富。
你真的是一个非常的就是很正能量的人，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对对，那我们请每一位嘉宾推荐3部书和或者是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好难选啊，才3本。对，就3本，或者是比较俗气的，可能大家都看过的就是《人类简史》啊，然后那个枪炮、细菌和国家和钢铁，对，和因为钢铁，对，对，因为这都属于是让你的这个思想体系会有比较就是比较大的启发的这种书。还有就是我特别喜欢看一本英文小说，不知道翻译成中文没有，叫做《All the Stars We Cannot See》，好像还被拍成电影了。这是文笔优美，而且虽然是背景是2战，有很多的苦难，但是里面的人的善与恶，描述的非常的好，让我当时特别感动。对。你当时在监狱里面最爱唱的那个歌叫什么？是一首宗教的歌，对吧？对，就是Amazing Grace， 因为他很讽刺，就写他的这个人当时还是曾经有过黑奴的，但是这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歌曲，都给多少代的人带来了慰藉。我记得后来新来了，我快走的时候，新来了一个室友，然后第一天他到也是很懵的状态。我们一般就是在午饭之后就在那儿假装散步，其实是在唱歌，然后还不能互相对视，就只能是偷偷摸摸的，然后随时注意着上面那个玻璃的那个不是有一个通道，有人在那儿监视着我们，看有没有人影。然后我们唱了一遍以后，他就泪流满面走了。你愿意给我们唱一点吗？比起这个中国的平均的卡拉 OK 的这水平，我的都是不及格的。但是我就随便唱吧。Amazing Grace 其实当时我特别喜欢唱的有一首歌的那个，它叫做《我想知道爱是什么》，然后就会真的就是望着天空的方向，然后就是 I wanna know what love is, I want you to show me 哦，对了，今年那个在除夕的时候，我跟几个朋友在一家墨尔本的湖南餐厅，那个岳阳餐厅吃饭，然后后来老板娘特别好，他们都打烊了，但是他们就在那儿打牌，然后我们就在那儿一边喝酒，后来我就一边哭一边唱了一些的这个，当时曾经跟室友们一起唱的。我希望我们还能在我们聊到的那样，2032年在布里斯班奥运会能够来一个同学会。同学会。我希望你的节目出来以后，有任何知道他们的事儿的人跟我联系。好，他们也可以在Instagram 上面找到你，就叫陈磊 Freedom。没错，对，对，可以给你发私信。对，在有办法的时候就给你发私信，说一下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对，好，谢谢陈磊，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